美国海军纵横四海，自越南战争以来，除了1987年被伊拉克误炸过一次，几乎就没有任何船只在战斗中受到严重损伤。然而，这个安全记录在2000年的时候被打破了，而打破它的竟然只是一艘小艇。2000年10月12日，隶属于美国海军第5舰队的飞弹驱逐舰科尔号 DDG-57，在执行完在地中海水域的巡航任务后，从埃及的苏伊士运河开往红海。按照原计划，它是要开往也门的亚丁港补给燃料的，然后继续前往阿拉伯海执行任务。当地上午9点半，科尔号顺利进港。完成一系列工作后，10点半开始补充燃油，而水兵们则开始放松下来，悠闲地享用住早餐。正在这个时候，危险逼近了。11点18分，2名武装分子驾驶一艘满载300公斤烈性炸药的小艇，冲向了停泊在港口的科尔号，直接打中座舷。猛烈的爆炸声震撼了整个港口，科尔号水线以上的部分被炸出一个大窟窿，机械舱被重创，不少钢铁碎片直接被掀上了军舰的餐厅，而此时的餐厅中正挤满了在吃早餐的官兵，所以这些碎片造成了巨大的杀伤。据统计，共有17名美军士兵死亡，还有39人受伤，当然2名袭击者也粉身碎骨，伤亡之惨重，可谓是越南战争以来从未有过之事。如今，这起事件的策划者已被调查清楚，是一个追随拉登的武装组织，这没什么奇怪的，毕竟美在中东树敌不少，而也门又早被各路人马渗透得千疮百孔。但值得深思的是，作为美军最先进的阿利伯克级驱逐舰，号称防空反舰无所不能，竟然被一艘小艇给重创。美军当时的松懈状态可见一斑。大家一定注意到，美国国内对中国的宣传有个很精分的现象，一会是中国崩溃论，一会又是中国威胁论，时间长了，老蒋也就看出规律了。中国崩溃论一般是用来讨好选民，给大家提劲，而宣扬中国威胁论时，一般就是各军种向国会要预算的，这就是美国军工资本集团。军事集团不断吸血，并试图左右美国政策的一个例证。下面请方老师给我们深入聊聊。虽然美国定期运用货币手段捡世界的羊毛来补充国力，但是美国的国家力量终究快要架不住不断吮血的军工。军事集团势力的抽取了，美国霸主的军事力量早已无敌，却还一味增加军事投入，幕后原因是军工集团在强行争夺国家的资源份额。殊不知，军工、军事2大集团的资源份额或取或当，就是美国资源分配失衡的开始。美国军事集团扩张愿望的养成，离不开军工集团对利益无限追求而产生的促进动因。反过来，军事集团又为军工集团的利益全球护航，两相勾连。美国的所有对外战争、军工、军事集团都成为绝对获利者。2大集团的自主意志已经觉醒很多年，并且配合默契，为了集团利益，为了美国每财年国防预算的增加，一个愈加明显的倾向是军方的自主意志开始主动制造威胁。那么之后某一天，军方会不会未经许可自主选择冲突，以将美国绑上战争列车的极端方式来强行壮大实力？或者直接以力量操控美国资源分配的更大份额转向军事，如此多吃多占的军方会不会遭遇美国政治、民生势力的全力反弹？我想，结果不言而喻。之上的2种局面，其一就是引发美国对外战争，其二就是激发美国的国内矛盾。鉴于美国的军事实力和国际地位，2种局面中的任何一种恐怕都绝非世界之福。所以，放任美国军事实力极限扩张的特朗普政府，就像在为美国和世界培养绿巨人，或者说美国正在养成一个压榨世界的怪物。浩克一旦失控，与世界就是浩劫。
历届美国政府试图削减军费的努力，被特朗普政府一举抹灭。美国国防预算从2017财年的5827亿美元跃迁至2018财年的6920亿美元，再跃迁至2019财年的7170亿美元。特朗普终结国防自动检视机制，强力助推军事实力几级跃升之后，美国或者要走向征服世界的先军之路。对于美国军事实力的程度，特朗普的观念是强大到根本无需使用它们，而一旦我们使用了，任何人都不会再有机会。这段话的含义就是特朗普内心力量观的映射，而他给美国抓的药方可以总结如下：特朗普以减税政策来献媚美国民粹。美国前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加里·科恩表示，减税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岗位。特朗普认为，强硬的移民政策可以为美国的资源分配止血。然而，减税止血之后，强军支出这个大窟窿要如何来填？特朗普的办法是逼迫世界回吐利益，反哺美国，也就是收割全世界，以牺牲美国国家信用为代价的关税政策和强迫贸易，在特朗普的设计中就是为填补强军支出这个窟窿而预设。同时，利用关税政策和强迫贸易还可以帮助美国重建本土市场，为特朗普心心念念的产业回归做铺垫。再辅以美联储加息，促进美元走强，且引导美资回流美国，来推动达成产业回归这个大事。于是，制造业的全面回归，既全面解决美国就业问题，且由此而来的财政收入的增长，又正好作为关税政策和强迫贸易这个临时措施的替代。于是，美国经济完成良性循环，资源分配也重新进入良性轨道。试问，经济、军事双强的美国，有谁能比？这样的战略博弈路径真是美好到冒号。然而，这只是特朗普的如意算盘而已。以上美国战略建立在牺牲世界利益的基础之上，世界会让美国如愿吗？肯定不会。特朗普政府战略博弈路径的设计有两个明显的破绽，其一是逼迫世界回吐利益，反哺美国的设定。如果这个设定被世界力量阻断，美国拿不到这份利益，那么没有启动资金的战略要如何继续？其二是产业回归策略设定。首先，建立在关税政策和强迫贸易基础上的市场，在资本的评判中是一种病态。病态市场违反经济规律，注定很难持续。不可持续的产业谁会去投资？其次，美资回流谁说一定会投向本土的制造业？而资本不投制造业，当然就不可能解决更多的就业。美国产业向外转移的深层原因，或许特朗普政府根本就在选择性视盲。目前局势表明，特朗普政府预定该拿的利益，大几率之下是拿不到的。所以，特朗普政府不可能完成这个过于完美的战略博弈路径。理想化不是不可以，但是过于理想化就会急剧放大博弈难度，或者让博弈结果绊倒在细节的门槛之下。2018财年巨额国防预算消耗之后，美国经济必然面临捉襟见肘的尴尬局面，其结果就是美国资源分配失衡的弊端急剧凸显，社会矛盾会变得更加尖锐。假设一下，美国国家经济不再能够满足军工、军事两大集团的扩张需求的情况出现，后果会怎样？两大集团面对生存危机的反应，我第一个想到的是反噬。至于判断反噬的作用方向是向内还是向外，这绝对不亚于一个世界级难题。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级政体的资源分配失衡，通常就意味着这个国家的架构失衡。或许以特朗普的格局，可能不知道这样的关节，但是庞大的美国智库不应该不知道。国家的任何一个权力结构或行业得到过于优势的发展机会，其结果都是尾大不掉。他们都会谋求自身去捆绑国家命脉，走上肿瘤式膨胀道路。最终明确的结果有两个：要么被国家力量强行剪除，要么恶性溃裂，引发国家架构突变。所以，当下特朗普政府这样突破极限的去膨胀军事集团的策略，原则来讲无异于养鹰一患。时至今日，举债养鹰，美国还可以持续多久？
事实上，举债养兵的美国已然犹如在钢丝上跳舞。然而，特朗普凭什么坚信通过贸易战讹诈，世界一定会拱手向美国奉献利益，并试图以此利益来支撑他的政府在经济上乾坤大挪移一般的寅吃卯粮？不可思议的是，这样级数的博弈设计，世界看穿之后，只需坚壁清野就可以轻易阻断这个特朗普式幻想。特朗普政府的美国第一理念，就是要让美国跳出规则，直接封神，时下世界如火如荼的贸易战，本质上只是美国打压对手、抬升自己地位的手段之一。特朗普要稳固白宫且附带注释时提升美国地位以压制世界，借助美国强大军力威吓对手是必然的选项。作为回报，特朗普助力国防预算完成了两级跳，白宫与军方之间的利益交换叫做投我以桃李，报之以琼瑶。更何况，这样的交换也极端符合特朗普的认知和理念，军方的利益意志也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反正我是多拿了，哪管他少拿的是哪家。在特朗普的博弈棋盘之上，透视了所有路径设置之后，可以看见当下的美国利益格局就像积木塔游戏。特朗普正在放纵军工、军事两大集团的利益意志，如果没有阻断机制，美国国家经济架构就会被军方抽取到崩塌。美国军工、军事两大集团的扩张意志也逐渐让人看得清晰。发展下去，美国必然被引导走向湘军之路。笔者很强烈的一个感觉是，美国军工、军事两大集团一定会从当下的吮血成长发展到嗜血自肥的阶段。他们的利益之路必定是血花飞溅，而流血的那个不知是美国自己